自己才是资产，公司只是杠杆。我认识一个年轻人，2年前他从东京大学毕业，拿到了博士的口头录取，结果到了入学那天，对方告诉他名额没了。那一刻，他面前的现实是这样的：本科、硕士读的是土木工程和建筑学，零跨行经验，零实习，不是应届生，钱包里只剩几千块。他做了一个决定，跑到深圳，从零开始找工作，从设计院到地产公司，从电商客服到卖保险，从互联网外包到博彩游戏公司，他把能投的简历全投了，能面的事全面了。最后因为和一个创业公司的老板打了一通电话，1周之内面了6轮，签了一份不达标就要赔偿的合同。然后他一个人跑到北京。之后的日子并不像故事写出来那么顺滑，他确诊了抑郁症和焦虑症，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脑子里只有2件事，要么在工作，要么闲下来就想死。身体的每一处疼痛都让他怀疑自己得了绝症，但同时他也交出了一份让公司满意的答卷。3个月达成6个月的目标，薪资翻倍，飞往东京办公室，年度绩效同岗位第1，入职第18个月晋升成功。如果我只把前半段写出来，这是一个人如何自救的故事，把后半段写出来像一篇职场逆袭爽文。但这个年轻人真正让我刮目相看的不是他的成绩，而是他在27岁生日之后写下的3句话。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这3句话是什么呢？第一句，自我是资产，公司是杠杆。第二句，时间让增量资产升值，让存量资产贬值。第三句，离市场越近，离自由越近。这不是职场鸡汤，这是一套完整的个人资产管理框架，而且这套框架恰恰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创业者们在用身体实践的东西。我已经很久没从职场新人的角度思考过这些问题了，而我20多年前刚毕业时候的想法可能也跟不上今天这个时代了。所以当我看到他把他的内心想法写成文章发到公众号上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共鸣。我非常认可他的这套认知模式，在这个年纪有这样的认知非常不容易。今天我想从投资人的角度一句一句拆给你听。先说第一句，自我是资产，公司是杠杆。这个年轻人说，他每天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明天我离开这家公司，没有职位，没有团队，没有预算，没有品牌背书，我手上还剩下什么？然后他给了一个非常干净的判断标准，剥离不掉的才是资产，剥离了就没的是借来的杠杆。这句话为什么厉害？因为绝大多数人搞反了，他们把公司的市值当成自己的市值，把平台的流量当成自己的能力，把团队的战斗力当成自己的本事。当潮水退去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连泳裤都没穿。我投资过300多家早期公司，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在大厂里做到总监，手底下管着几十号人，预算几千万，每天开不完的会，忙得不可开交，跑出来创业3个月就崩了。为什么？因为他以为自己有能力，其实他有的只是平台。那些资源，那些人脉，那些流量，没有一样是跟着他走的。我也见过另一种人，在公司里可能没那么耀眼，但他一直在积累一种东西，就是可迁移的能力。什么叫可迁移？换一家公司还在的，换一个行业还在的，自己创业还在的，那才是你的。这些人出来创业，成功率高得惊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和任何一个平台绑死。可迁移这3个字就是判断你到底有没有真资产的唯一标准。你管过一个10人团队，这是经验，但如果换一个行业，你还能从零搭建一支团队，这才是能力。你做出过一个爆款项目，这是成绩，但如果你能判断一个项目值不值得立项，这才是资产。你今年谈下了一个大客户，这是业绩，但如果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没有任何关系网络，还能让别人信任你，这才是真本事。在 AI 时代，这个区分变得更加残酷。红杉资本去年有一个比喻，说你的很多技能正在变成铝。什么意思？铝在100多年前比黄金还贵，
拿破仑三世用铝制餐具招待最尊贵的客人，普通客人只配用金的。后来电解法突破了，铝变得一文不值，全世界最廉价的金属之一。今天 AI 正在对无数技能做同样的事，写代码、做幻灯片、翻译、数据分析、基础设计、初级法律文书，这些曾经需要多年训练才能掌握的技能， AI 几秒钟就能完成，而且做得还不差。你花了4年大学加2年工作经验积攒出来的手艺，一夜之间被稀释了，不是消失，是不值钱了。可是有一类东西 AI 做不了，你能不能在一堆看起来都不错的方案里，凭直觉挑出那个最对的？你能不能在所有人都看好的时候，感觉到哪里不对劲？你能不能让一个不信任你的人，在30分钟的对话之后，愿意把钱交给你？这些东西叫什么？判断力、品味、信任半径，对行业底层规律的认知，从0到1的勇气，他们不仅不会贬值，反而随时间复利增长，越老越值钱。所以在 AI 时代，资产和杠杆的区分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变成了生死线。你是那个越来越贵的人，还是那个正在变成铝的技能？再说第二句，时间让增量资产升值，让存量资产贬值。这个年轻人用了一个很精准的定义，存量资产是名词，一个职位、一张证书、一笔存款、一个爆款；增量资产是动词，学习、判断、洞察、适应。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极深的话，晋升是均线，能力是 K 线，潜力是空白。做投资的人一看就懂，均线有2个特点，滞后和平滑。你今天能力翻倍了，均线只温和的往上挪一点。你某天突然打通了一个认知障碍，均线完全反应不出来。职级是公司给你画的均线，你拿着这条均线说这就是我的水平，那等于拿昨天的价格去定义明天的价值。他说他不追逐晋升，接受但不追逐，因为追逐晋升等于把自己所有时间的乘数乘到了一个注定滞后的指标上，他宁可把时间乘到判断力、乘到洞察力上面去。你知道这像什么吗？这太像一个创业者在说，我不追求下一轮融资的估值，我追求的是产品的内在价值。当内在价值足够强的时候，估值会自己追上来。很多人在职场里忙得不可开交，每天加班到深夜，年终绩效漂亮的不行，该拿的奖金1分没少。但如果你问他，你今年最大的成长是什么？他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来。这就是存量资产的陷阱，它让勤奋的人保持充实感，感觉自己一直在进步，却从来没有真正往前走。更可怕的是他提到的一个概念，叫有效率的混时长。别人2年晋升，你1年做到了，你觉得自己赢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天花板是由晋升制度定义的，你赢的只是一场有效率的慢跑。而且这种慢跑最毒的地方在于它没有痛感，你跑赢了所有人，拿了第1名，所有外部信号都在为你鼓掌。你在哪一个瞬间能意识到自己可能跑错了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存量资产是陷阱，它不仅骗懒人，更擅长骗勤奋的人。我自己也掉进过这个陷阱。10几年前我刚开始做天使投资的时候，最自豪的数字是投了多少个项目，投了50个、100个、200个，好像数量就等于能力。后来我才慢慢发现，真正决定回报的不是投了多少，而是你在什么时机，用什么判断标准，对什么样的人下了注。那些数量是存量，那个判断标准的进化才是增量。最后说第3句，离市场越近，离自由越近。他说了一句很有投资感的话，创业只是全仓，但我永远都有建仓和加仓的资格。什么是离市场近？他列了几个标准。第一，把你的方法论交到别人手里，看他在不同场景里能不能跑出结果。如果只有你用得转，那是存量；如果别人也能复制出来，那才是可迁移的增量。第二，看你能不能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自愿为你做的东西掏钱。付费是所有反馈里最冷硬的一种，他不照顾你的感受，不给你画饼。一笔真实的成交
胜过100次自我感觉良好。第三，把自己放到外部的镜子前面，看离开了公司和职位之后，市场愿意为你出什么价。作为投资人，我特别想补充一点，很多人在公司内部是超级明星，出来之后发现自己连一个陌生人都说服不了。为什么？因为公司内部的反馈是被温室化了的。你的同事天然倾向于配合你，你的老板天然倾向于给你机会，你的下属天然倾向于认同你。这些不是市场的声音，是回音壁的声音。真正的市场检验是冷启动，没有人脉，没有背书，没有预算，甚至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能不能从零做出一个东西来？哪怕很小，哪怕不赚钱，哪怕只是一篇让陌生人愿意转发的文章，一个让别人主动来问你怎么做到的工具，一次让对方说这个人靠谱的对话。这个检验的结果就是你作为资产的真实估值，不是你简历上写了什么，而是市场愿意为你的存在买单多少。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27岁年轻人的思考？因为我觉得他触碰到了这一代人最关键的一个认知转折点。过去几十年，职业发展的默认路径是确定的，好大学、好公司、好职位、好退休，你只需要挤进去，按部就班往上爬就行了。但今天这条路径正在断裂， AI 在加速技能贬值，经济周期在缩短，行业的生命周期在压缩。你父母那一代人一辈子可能就干一个行业，你这一代人可能要换5到7个。在这种环境下，把安全感绑定在任何一家公司、任何一个职位上都是危险的。你今天的铁饭碗，明天可能连碗都不是。唯一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于你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可迁移的、持续增值的资产。我不是叫你立刻辞职创业，那是另一个陷阱。我说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切换，从我在为公司打工切换到我在用公司这个杠杆撬动自己的资产增值。用这个杠杆的时候不要手软，公司给你的预算、品牌、团队、试错空间、学习机会往死里用，但永远记住一件事，杠杆的产出不等于本金，借来的东西不要当成自己的。当你用这个视角重新看你的工作，很多事情会变得清晰。该不该加班，看它能不能给你增量资产；该不该跳槽，看新平台的杠杆效率是不是更高；该不该学一个新技能，看它是不是可迁移的，还是明天就会变成铝的。我特别想对正在看这期视频的年轻人说一句话，不要被成绩骗了。成绩是公司对你的评价，不是你对自己的评价。真正应该问的问题永远只有一个，如果明天一切归零，我还值多少？这个问题的答案才是你真正的身价。但这里面还藏着一个更深的问题，这个年轻人没有展开，我也不确定有答案。当你把自己活成了一只不断增值的资产，你用判断力和洞察力武装了自己，你通过了市场最冷酷的检验，然后呢？你自由了吗？还是说你只是从一个笼子换到了一个更大的笼子？这个问题我留给你。你现在手上的能力有多少是可迁移的？你每天花的时间是在增加存量还是在积累增量？评论区告诉我你怎么想的。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